赖清德副总统，现场的各位贵宾，电视机前面的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全体的国人同胞，大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是以无比的感恩的心情，再一次的承担台湾人民交付给我的责任。这是中华民国史上最特别的总统就职典礼。它特别的地方不在于典礼的规模，也不在于参与的人数，而在于我们都知道这一路走来有多么的不容易。我要感谢台湾人民，是你们让这么不容易的事情在台湾发生。我要特别谢谢一些人，他们在过去的这4个多月的防疫期间，很少被人提及。我要谢谢每一个在防疫初期，在药房门口排队的台湾人民，谢谢你们的耐心，以及谢谢你们对政府的信任，是你们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即使在最不安的时刻，也能够保持公民的美德。我也要谢谢那些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人，你们忍受生活的不便，为的是保护他人的健康。谢谢你们展现人性中最善良的一面，成就了台湾防疫的成功。国家的光荣感，生死与共的共同体，这一段的记忆将会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团结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现场有许多各国的使节代表，而且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许多国家也都在关心台湾。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告诉你们，你们看到的国家有一群善良而坚韧的人民。这一群人民不论落在多么艰难的环境中，依然能够靠着我们的民主、我们的团结和我们对彼此的责任感，克服挑战，渡过难关，让台湾在世界上屹立不摇。从1月到现在，台湾连续2次让国际社会惊艳。第一次是我们的民主选举，第2次则是我们防疫的成绩。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因为防疫的成功，台湾出现在全世界的各大新闻媒体上，台湾也写在我们一箱又一箱送往国外的物资上头。台湾人是世界上最良善的一群人。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向国际社会伸出援手。我也希望我们全体国民，除了分享光荣跟喜悦之外，也能够体会自助、助人、自助、人助的精神。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就算疫情过去了，冲击也不会立刻的散去。这次疫情对全球的冲击既深又广，它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的秩序，不仅加大了全球供应链的重组，重新排列了经济的板块，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跟消费的形态，甚至也改变了国际社会对台湾和周边情势的想象。这些改变是挑战，但也是机会。我要请所有的国人同胞做好准备，因为接下来还有各种的考验跟难关在等着我们。未来4年，谁能从疫情中脱困，谁能针对疫情所带来的改变，研拟国家的生存发展策略，谁能在疫情过后复杂诡谲的国际情势间掌握机会，谁就能够让国家在世界中脱颖而出。治理国家从来不能依赖激情，
而是要在变局中保持冷静，指出方向。过去4年，这一点我做到了。我说过，我会留下一个更好的国家给各位，所以在下一个4年，在产业发展、社会安定、国家安全、民主深化这4大面向上，我也会超前部署，让台湾脱胎换骨。我会带领台湾迎向未来。我知道，台湾人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产业和经济的发展。我们在2016年启动的经济发展新模式，致力让台湾的经济走向世界。4年来，国际经济的巨大的变局下，台湾不仅挺过来了，经济成长更回到了4小龙的第1名，股市万点也成为常态。因为疫情控制得当，台湾至今仍然可以维持经济正成长，这是全球少有的。但我们在纾困以及振兴经济上，必须持续的超前部署，全力维持经济的稳定成长。未来4年，我们面对的是全球经济更剧烈的变动和供应链加速重整的局面。在整体经济方面，我们将秉持稳定中追求成长、变局中把握先机的政策理念，持续的落实前瞻基础建设、兆元投资等重大的计划，来巩固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在产业发展方面，我们更要抓住时机，在5+2的产业创新的既有基础上，打造6大核心战略产业，让台湾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的关键力量。第一，我们要持续强化资讯跟数位相关的产业发展。我们要利用半导体跟资通讯产业的优势，全力抢占全球供应链的核心地位，让台湾成为下一个世代资讯科技的重要的基地，全力促进物联网跟人工智慧的发展。第二，我们要发展可以结合5G 时代、数位转型以及国家安全的治安产业。我们要全力打造可以有效保护自己，也能够被世界信赖的治安系统跟产业链。第三，我们要打造接轨全球的生物及医疗科技产业。这次的疫情中，不论是试剂的制造，或者是新药和疫苗的研发，台湾团队都有足够的能力跟全球顶尖的技术接轨。我们要全力扶持相关的产业，让台湾成为全球克服疫病挑战的关键力量。第四，我们要发展军民整合的国防及战略产业。除了已经在进行当中的国建国造、国机国造，我们会更强力的推动军民技术整合，激发民间制造的能量，更进一步的进军航空及太空产业。第五，我们要加速发展绿电跟再生能源产业。过去4年，再生能源有飞跃性的发展，台湾成为国际再生能源投资的热点。在这个基础上，2025年绿能占整体能源20%的目标，我有信心可以达成。台湾将成为亚太绿能中心。第六，我们还要建构足以确保关键物资供应的民生及战备产业。面对未来全球秩序的变化，从口罩、医疗到民生用品、能源到粮食供应，我们要把重要的产业链留在国内，维持一定的自给率。在当前的国际情势中，谁能摆脱依赖，谁就能够掌握国家生存发展的先机。我要请所有的产业界的朋友放心，政府不会让产业孤单。在未来的几年，我们有几个主要的策略来发展带动产业的发展。首先，我们要将国内的需求作为基础的能量，来带动产业发展，尤其是公共部门的需求以及维持国家安全的基本需求。像是在这一次的疫情中，口罩等防疫物资的战略需求，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的国防产业和再生能源产业也都能够循着类似的模式加速来发展。不只有口罩国家队，未来我们也会视各产业的规模及条件组成国家队，借由政府对内部需求的保证，建立台湾品牌的全球战略物资的制造业，并且拓展到其他市场。再来，我们知道金融资源是产业发展最重要的环节。未来我们会采取更灵活的金融政策，持续的改革金融体制，运用更多元的金融手段来协助产业的资金需求。我们也会全力打造安全的产业环境。政府将致力于维持完善的公卫体系、坚固的国家安全体系、稳定的社会、良好的法治以及健全的市场。有了这些保证，全球的高科技跟战略性的产业才会愿意选择台湾作为生产和研发的基地。接下来，我们也要持续的引导产业布局全球，和美、日、欧洽签贸易跟投资保障协定。这个目标我们会继续努力。我们持续推动新南向政策的同时，也会积极开拓其他有潜力的市场，鼓励厂商前往布局，为产业的国际合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当我们在全球寻找机会的时候，各地的台商将会是我们最好的伙伴。最后，则是人才的问题。台湾要成为全球经济的关键力量，就必须汇聚各方的人才。蔡英文的政府会全力争取国际上最顶尖的技术、研发和管理的人才，让台湾的产业的团队能够更加的国际化，拥有全球竞争的视野和能力。未来，我们更要和国际进一步的接轨。我们将在双语国家及数位领域上培养更多的本土人才和精英，让产业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未来的4年，更融通的金流、更活水的人流、更强劲的产业实力、更与世界紧密连结的台湾，将开启崭新的经济格局，迎向繁荣的新时代。产业发展的同时，我们不会忘记社会安定，也是人民对政府的重要的期待。一个更好的国家，政府必须要担起更多的责任，来减轻人民的负担，减少社会的问题。过去几年，我们把长照 2.0、幼托照顾、居住正义的问题一个一个补起来了。未来的4年，我的目标就是要把这张网做得更绵密，接住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尽量不要让遗憾的事情再发生。首先，我们要更强化健康跟防疫安全网。台湾已经是高龄社会，疫病的流行对人民的健康是严重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强化疫病防治跟医疗的能量，结合产业在疫苗和药物的开发以及传染病防治的领域有更多的突破，让人民可以更健康，受到更好的照顾。接着，我们要把社会安全网的漏洞补起来。这几年来，有几起思觉失调症的患者相关的治安事件，引起很多的讨论。不只是思觉失调症，其他的精神疾病、毒瘾、家庭暴力等问题也是一样。我了解民众的忧虑，这不只是个人或家庭的事，更是政府的事。当家庭无法妥善照顾这些患者时，政府就有责任介入协助。我会强化社会照顾体系，让第一线的社工能量能够提升，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让社工能够深入最基层，把过去社会安全网没有接住的人找出来。另外，对于个案所引起的争议，我们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医疗部门或者是个别的法官。司法
和行政部门应该要检讨制度、优化制度，该修法的地方就应该要着手修正。一个更好的国家，也必须重视国家安全。过去的4年，我们推动国防事务改革，积极参与国际，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希望让台湾在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未来4年，这个政策方向不会改变，我们也会做得更多。在国防事务改革方面，我们有3个重要的方向。第一个是加速发展不对称战力，在强化防卫固守能力的同时，未来战力的发展将着重机动、反制非传统的不对称战力，并且能够有效防卫网络战、认知战以及超限战的威胁，达到重城吓阻的战略目标。第二是后备动员制度的实质改革，我们要提高后备部队的人员素质跟武器装备，后备战力提高，才能有效地跟常备部队协同作战。此外，平常就要建立跨部会的常设后备动员体制，协调人力物力，平战转换的时候动员才会顺利。第三是改善部队的管理制度。现在的年轻的士官兵都是在民主自由的社会长大，如何让他们在军中发挥更好的战力跟专长，这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课题。年轻人从军出现适应上的问题，反映出社会的转变跟军中的管理制度的落差。我们必须把落差补起来，不要因为制度的不周全，影响了社会对军队的观感，也造成了军人的荣誉和士气在一个又一个的个案中被消耗掉。因此，我们要在制度上强化军中申诉关怀机制，建立公允的事件调查机制，以及滚动检讨人事配置。在教育训练上，只要提升各级干部的领导统一能力，达成管理的现代化跟专业化。我们要在维持战力的团队军纪以及社会价值对个人的尊重之间取得包容，取得均衡。在国际层面，过去4年，我们积极地参与各项国际重大的议题，包括反恐合作、人道救助、宗教自由以及非传统安全等重要的全球议题。在这次的国际疫情中，我们在能力范围内对国际社会展开了无私的援助，受到了高度的肯定。台湾已经被国际定位为民主成功的故事、可信赖的伙伴、世界良善的力量，这是台湾人共同的骄傲。未来4年，我们会持续争取参与国际组织，强化和友邦的共荣合作，和美日欧等共享价值的国家深化伙伴关系。我们也会更积极地参与区域的合作机制，和区域相关的国家携手，共同为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繁荣做出实际的贡献。面对复杂多变的两岸情势，过去4年，我们尽力为两岸的和平稳定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也获得国际社会的肯定。我们会持续的努力，也愿意跟对岸展开对话，为区域安全做出更具体的贡献。我要再次重申，和平、对等、民主、对话这8个字，我们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的现状，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我们也会持续遵循中华民国宪法与两岸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事务，这是我们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一贯立场。两岸关系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双方都有责任
谋求长远相处之道，避免对立与分歧的扩大。在变局之中，我会坚持原则，并秉持解决问题的开放态度，负起责任。我也期盼对岸的领导人能够承担起相对的责任，共同稳定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未来4年，除了国家建设的工程，政府体制的优化也是非常的重要。立法院即将成立修宪委员会，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攸关政府制度以及人民权利的各项宪政体制改革议题能够被充分对话，形成共识。借由这个民主的过程，宪政体制将更能够与时俱进，契合台湾社会的价值。而朝野都有共识的18岁公民权，更应该优先来推动。在司法改革方面，上个任期我已经实现了司法国是会议的承诺，让法官法、律师法、宪法诉讼法以及劳动事件法陆续完成修法，这都是改善司法体制的基础工程。但是司改还在转型期，现阶段的成果和人民的期待还有一段距离。我会继续倾听各方的意见，不会停下脚步。人民的不满就是持续改革的动力。在未来的4年内，国民法官制度一定要上路，让人民进入法庭担任国民法官，成为改革的催化剂，让司法体系与人民的距离不再遥远，更加的符合期待，赢得信赖。另外，所有的宪政机关都要持续的改革的脚步。行政院组织改造工程将在重新盘点后再次启动，包括成立一个专责的数位发展部会，还有与时俱进的调整各部会，让政府的治理能力更贴近国家发展的需求。检察院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将在今年8月挂牌成立，它将是台湾落实人权立国理念的里程碑，也是监察院转型的起点。我也会请9月上任的考试院新团队提出完整的改革方案，检讨过去的思维，转型为称职的国家人力资源部门，培育现代政府所需要的治理人才。各位国人同胞，过去的70年来，中华民国台湾在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中，越发的坚韧团结。我们抵抗过侵略并吞的压力，走出独裁体制的幽谷，也一度走在被世界孤立的旷野之中。但是，不论什么样的挑战，民主自由的价值一直是我们的坚持。自助助人、自助人助的共同体意识，也始终是我们的信念。今天我们的现场有很多防疫英雄，我们有口罩国家队的上中下游产业成员，请站起来给我们看一下好吗？谢谢，请坐，谢谢。我们有疫情指挥中心的公卫团队，请站起来好吗？请坐，谢谢。以及我们苏院长带领的政府团队，请站起来好吗？谢谢，谢谢你们的辛苦，谢谢，请坐。还有没有在现场的各行各业的防疫英雄们？医护人员、邮务人员、药师、便利商店的店员，以及问讲朋友们等等，请容我无法一一叫出各位的名字，但我想要告诉大家，70年来，台湾可以度过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依靠的从来都不是1、2个英雄，而是像各位一样，一起转动历史巨人的无名英雄。是因为有你们，
台湾世世代代的幸福、安定、繁荣才得以延续。我要向你们所有的人致敬，所有的台湾人都是英雄。蔡英文跟赖清德很荣幸能在此接受各位的托付，能在这样的艰巨的时刻承担中华民国总统的重责大任，我心中的压力多过于喜悦。不过我不会退缩，因为我有你们。未来的路不会一片顺遂，挑战只会越来越多。不过，我们是一个在惊涛骇浪中走过来的国家，我们2300万人是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也将是这样。我由衷的期许所有的国人同胞，要记得过去这几个月，上下一心，紧紧相依，克服难关的感动。中华民国可以很团结，台湾可以很安全。当一个台湾人可以很光荣，可以抬头挺胸，昂首阔步。亲爱的国人同胞，未来的旅程还很长，台湾的故事也正在展开下一页。台湾的故事属于每一个人，也需要每一个人。2300万的台湾人民，请当我们的导引，请当我们的伙伴，让我们凝聚智慧跟勇气，一起打造一个更好的国家。谢谢，谢谢大家，谢谢。